嗨，我是老板，你是不是经常这样呢？只要对方没有秒回你讯息，你就会开始想说，他是不是不爱我？他是不是偷吃了？他是不是劈腿了？就是整个人超级没安全感的。也许你不是太黏人哦，你搞不好是焦虑型依附恋爱。如果喜欢影片，欢迎订阅，也可以加入会员看更多影片哦。焦虑型依附恋爱的人啊，通常就会爱得太用力，然后对方就会很累啊，自己也会很辛苦啊。你们有这样过吗？我好像有刚刚还犹豫一下，想一下，好像有我有朋友说，他的女朋友只要下班，然后说我要跟别人去吃晚餐，他就会暴怒，他就会觉得为什么不是来找我？每天吗？偶尔不能跟别人出去吗？他一定要陪他女朋友下班就要跟他黏在一起。他女朋友只要把他一个人丢在家，他就会很焦虑，觉得你现在是去哪里，然后还会偷偷定位他。那以前我们都会觉得是太黏，但其实这个在心理学上面被称作为焦虑型依附恋爱，就是太焦虑了，然后你要一直黏在一起，然后你把所有的重心跟情感全部压在对方身上。而且我那时候问过，那如果你女朋友就是24小时都在你身边，你不会焦虑的吗？他说还是会，我会觉得他心里是不是在想别人？所以即便物理距离都已经在一起，他还是没有办法停止焦虑。对，那这个有点严重24小时我就会觉得可以了，太多了吧？分开一下下，或者是什么，就算都有报备，他心里也觉得应该是你骗我，或者是你是不是说谎什么什么。很多人可能自己是这样，然后也有发现可能自己的对象是这样。我们今天来自我解释一下。第一个是焦虑型的人格有什么特征呢？有点像刚刚讲到的，就对感情里面的细节超级敏感啊，一点点怎样你就会揪着他不放啊，或者是他回话晚了一点点啊，你就开始脑补说一定有鬼，他平常不是这样的，什么就自己脑补一堆剧情，然后一直不断的伤害自己，让自己过度焦虑，而且会每天一直怀疑说他真的有爱我吗？我真的有被爱着吗？这一切会不会是虚情假意，还是他在骗我呢？就是很不安心这样子。我真的有听男生朋友讲过说，他的女朋友就是那种他规定每天一定要跟他说我爱你。只要没有说，他就会觉得你今天是不是变心了？一定每天都要听到，他要确定，他才能觉得说我有被爱着，我们还是相爱的。他就有这样子的问题，我就说那后来怎么解决？因为这样不会很累嘛。然后这个男生朋友就说，刚开始也觉得很痛苦，就是为什么一定要说出来？我每天都已经跟你在一起还不够吗？可是这个女生就是觉得我需要你说出来，因为这样子我才会有安全感。然后他就觉得说，好，如果他真的这么焦虑，那我也这么喜欢他的话，那我愿意配合他，给他安全感。因为如果他要的就只是言语上面的表达，那他就可以安心的话，这点小事我还是做得到的，是不是就也很好？就至少他 OK， 我愿意为了你这样。我想到我之前交一个男朋友，然后我睡午觉15分钟，我一醒来他就哭了。什么意思？他那时候在不同城市，然后我就睡了15分钟没有回讯息，他就说你睡这么久就是不尊重我，然后才15分钟他要跟我分手，你知道吗？我差点就不然你应该要怎样？你应该要跟他讲电话，或者是要讯息他，或者是我睡前要跟他说我先去睡一下15分钟，要先讲，不可以莫名消失。我不小心睡着，我怎么讲？我可以理解，确实好像很多人会这样，就是会觉得你为什么不能先讲一声？可是有时候睡着是突然的事情。对啊，就不小心失去意识。我差点就变成一个睡午觉睡到被分手的。他这样算是焦虑吗？我觉得算，因为我们今天就是要讨论这样子的人，就是他们为什么会因为15分钟、半小时这种事情就觉得他不被爱，你不尊重我，你不爱我，不然你不会这样。对，他有点 over。我跟他在一起的那几年，我就都没有睡午觉，因为我很爱他。后来分手之后，我就每天睡午觉睡得好开心，我觉得我人生好快乐哦。这个男友可以被你称为没办法午睡男。我现在才发现他是在焦虑，不然我以前真的觉得他超怪的，就是会觉得你到底有什么问题。第二点是焦虑型依附的人很容易情绪失控啊，过度害怕分离，是不是啊？有个粉丝跟我说啊，有一次就是男友说要出门打球，他就没有回讯息大概4个多小时，然后他前面还很冷静哦，后面就开始觉得很焦虑、很紧张，想说他是不是消失了，就开始狂看手机，就一直看说男友的 IG 有没有上线啊，然后他的 LINE 有没有读啊，开限动，对，然后就是他限动有没有 po 什么东西啊，有什么蛛丝马迹要放大找什么，他就发现男朋友整个人间蒸发找不到人，他就开始很焦虑，狂call他，然后狂讯息他。他说那几个小时他真的很难不胡思乱想。我就回他说，可是如果才4个小时，差不多1个下午嘛，就是跟朋友聊天拉塞什么，可能刚好没有看手机，我觉得好像还蛮正常的。他就说，可是他真的是控制不了自己胡思乱想。他也知道他要去打球了，而且他每次去打球就是1个下午没有错，可是他就是控制不了自己。他觉得他也蛮困扰，也蛮痛苦的。然后其实这种情况也不是只有女生会有，有些男生也会这样，就过度黏人、过度依附，然后甚至不小心还会演变成控制狂，甚至暴力狂。为什么不回我手机？你刚刚到底在干嘛？我不是跟你讲要回我吗？之类的，然后变成过度控制。我觉得焦虑型的人其实他们也不是故意想闹事，他们是因为很容易会把你的消失连结成他是不是不爱我了，所以他会随时在怀疑说我是被背叛了，我是被劈腿了，他是不是不爱我了，他就会用太过焦虑的情绪爆发出来。我是会觉
得要看他的回讯息习惯了，因为如果他的习惯是他都会回你讯息，可是他就突然间都不回了，我就会开始紧张，你就会觉得他怪怪的，对，因为这跟他平常不一样。对，然后我就有点，你就会狂扣他吗？我会密他，然后如果又隔1-2小时又没回，我又会觉得更奇怪，然后我想说啊，冷的，喜欢哪？喜欢哪？因为他平常不是那么久会不看手机的人，对，那这样合理啊，因为他不是会那么久不看的人啊。可是如果他是固定那个下午，他就是会去打球，那个下午消失其实就很正常。哦，那个我觉得就好。对啊，对，我觉得违反常理的怀疑一下，我觉得合理啦。可能就是奇怪，你怎么会那么久都不看手机，连个已读都没有？然后回复的方式也很奇怪。那这样通常他在干嘛？知道啊，你还是没有问出答案。我有测试过，真的问他，结果他后来就自己承认说，他真的不是很开心我，故意他在小冷战哦。对，他就是在冷暴力我，他故意的。然后我真的很焦虑，我是确实真的焦虑，所以他用冷战在伤害你。对啊，然后他就说是我在情勒他，说你在情勒他，没有，可是他明明是故意的。然后他有时候就很可怕，他就跟他说，让你感受一下啊。他说让你感受一下，折磨你，对他觉得我这样对他在折磨你。可是我觉得我没有啊，因为我如果不回，都是我正在忙工作啊，或者是我睡死了之类的。他想要报复你，让你知道说会有什么感觉。对他就会报复。这个方式不太好我听到的时候，我其实就麻麻了，我觉得好可怕。哎呀，冤冤相报何时了？对啊。第3点，为什么会变成焦虑型恋爱呢？是因为太玻璃心吗？是因为太依赖别人吗？有些人是一谈恋爱就这样，那有些人是曾经交往过一个很没有安全感，甚至最后劈腿，而且真的骗他的对象才变成这样，等于也就是以前的恋爱的阴影啊，然后变成了终身的阴影这样。那我觉得这种就是比较像是前一段感情得到的创伤，然后影响到了自己后面所有的感情。我有一次出国啊，在一个蛮高级的饭店，就看到一个很年轻的爸爸，然后牵着3、4岁的小女孩，他女儿就跟他说：“你要乖哦，不然的话警察会来把你抓走。”然后我听到的时候有一点傻眼，想说这不是以前阿公阿嬷在教小孩的方式吗？怎么会年轻爸爸还这样教？然后他女儿就说：“好，我会乖。”后来隔天又在饭店的餐厅遇到他们，这次是小女孩的妈妈跟他说：“你要吃完哦，你没有吃完的话，我们不会带你回家，你就要自己留在这边喽。”就是我听完就是觉得很不舒服，可是我也不可能过去跟他们说不要这样教小孩嘛。我觉得这样子是在让小孩从小就没有安全感，就是你只要不乖不听话，我们就会把你丢掉，或者是警察就会把你抓走。这个就是会很制造他的焦虑，因为小孩就会觉得那我一定要乖，一定要做什么才能换到大人的爱，对吧？那长大之后在感情里面也很有可能会觉得我要听你的话，我要取悦你，我要包容你，或我要做什么你才会爱我。他就会很没有安全感，那可能就会养成这种焦虑型的依附的人格。那也很容易会变成讨好型的人格，因为你就是要用讨好、忍耐、听话去换别人的爱，然后别人爱你，你才有安全感，那你就会恶性循环起来。然后大家可能都没想过说，你谈个恋爱为什么会跟原生家庭的教育有关？真的有关，因为我们的人格是这样子被养成的，那当然也会变成你在处理两性关系的习惯。第4点，如果我们真的是这种焦虑型的恋爱，要怎么办？有救吗？我们来分享3个小小的步骤。第一个是你要先诚实面对自己的需求，而不是压抑它。例如你很需要伴侣的报备，对不对？那我觉得你就可以跟他说，我是真的很没有安全感，然后我很需要你在消失长一点的时间的时候先跟我讲一声。例如你就是告诉我说，我跟你讲，我今天下午会去打球，大概要4到5个小时，可能都没办法用手机哦。你自己就会理解到说大概有多久的时间它是消失的。然后呢，你有了这个心理的预期之后呢，你这段时间就去做自己的事情。例如你也找朋友去看电影啊，找朋友去咖啡厅啊，好好追一个影集啊。这4个小时不要去想他在干嘛，他是不是怎么样了，对你自己的安全感会有帮助。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因为我之前遇到那个焦虑男，我就常常觉得你是不是很闲，就是你为什么不去做点自己的事情？你一直在等我，我不见10分钟你就在那里哭，所以我真的觉得要去做自己的事。对，要做自己的事情，你一定要有自己的兴趣爱好，你不要整天就想着对方，把自己的快乐都绑在对方身上。你一定要有自己的事情做，可以转移你的注意力。然后第2点是经常提醒自己，对方没有秒回你，没有黏着你，或对方怎么对你，都不等于你有没有被爱，你值不值得被爱。你是一个完整而且独立的人，不是靠别人对你怎么样来决定自己的价值。这一点你一定要听进去，不然你就会永远随着别人怎么对你来定义自己。只要他今天对你口气稍微冷一点，你就觉得你没价值了，你完了，你人生怎样了，惨了，你世界要崩塌了。或者是我昨天讲，你去逛街，然后店员对你态度不好，你就开始怀疑自我，我今天怎么了？我是不是什么？就是拜托你一定要认定你自己是一个 OK 的人，不要因为别人对你的态度，你就一直怀疑自我。然后第3点最重要就是呢，当你感觉到焦虑，然后很没有安全感的时候，你不要马上狂发讯息找对方，你先深呼吸一下，然后问自己，我现在到底是在焦虑什么？我现在到底是在担心什么？有时候你会发现，就是你习惯性的焦虑，你可能也不是真的那么在乎他，你只是太习惯想要把一段关系握在手上。然后你一直在等待对方要给你安全感，就算对方刚开始热恋期愿意配合你，后面就越来越觉得你很烦，你很黏，他也开始不愿意啦。
你就受到更大的伤害，然后你就再去找下一段可以给你安全感的恋情，然后就一直这样恶性循环过了一生，好像太辛苦了吧？所以一定要从自己开始调整，不要去等待别人给你安全感，可以消除那些疑虑的人一定是你自己，然后我们从自己开始努力。我跟那个前男友，我是交往之后他变得很焦虑，然后我就觉得天哪，暧昧时期他身上的光芒全部没了。有些人真的会这样暧昧的时候是个很棒的人，对，然后一正式交往，你怎么变那么黏人？适合谈恋爱，感觉身上都没有光，然后我已经不知道他的魅力在哪里。对，就会觉得你干嘛因为他认真了。有些人就是不能认真，认真之后变得就是好无趣好无聊我遇到的焦虑型，他们都会直接说，我就是那种焦虑型。我就跟你说，我现在就想说，那你为什么不改？因为他没办法，他做不到。刚刚我们这3点去试试看，因为你改善了你自己，还有光芒，对你才有魅力、有光芒，不然你会整天很焦虑，然后你每天眼神都在索求东西，不然就是一不小心就情了。其实你原本很好，可是你的焦虑会把对方赶跑。我觉得可以试着刚刚这3点，也许会有些改善。大家也可以分享这集影片给你那个也爱的很焦虑的朋友来问一下观众问题：你觉得你有过这种经验吗？焦虑型依附恋爱的经验，或者你有没有看过你的朋友是这样呢？还是说你有像小编一样交过这种很焦虑型的对象呢？跟我们分享一下吧。然后我分享一下会有帮助的会员影片，如何从自卑变自信。如果你经常觉得很自卑，配不上对方，这一集可以教你变得有自信，眼神会有光芒哦。然后刚刚有讲到小孩教养的问题，就是很多时候是从原生家庭就给我们很没有安全感。我分享了我教小孩的方式，我会这样爱孩子，这样子爱孩子会让孩子从小就比较有自信、有安全感，就不容易焦虑哦。然后父母如何霸凌你，有可能父母小时候对你的方式是不对的，那怎么样来说服自己呢？可以看这一集。如果喜欢影片，欢迎订阅，也可以加入会员看更多影片哦。